在 Find X8 Ultra 的首发视频中我们十分大胆的在影像旗舰们还没有全部发文之前，就对它给出了静态画质之王的结论。那毕竟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真正的媒体人要敢于下结论。那3个月过去，我依然为这个结论负责，时间也证明了它的含金量。在这段时间，他们有节奏的 OTA 了几个影像功能，比如说 4K60、4K120的 log 视频，再比如说大师模式的 Live Photo 之后，估计 Find X8 Ultra 的影像开发工作也差不多收尾了。那说句一锤定音的话，现在的 Find X8 Ultra 甚至已经超越了静态画质之王的地位。这种不追求局部领先，而是软硬一体综合体验胜出的赢法，是一种产品主义的胜利。在3代产品拨乱反正，有了长期稳定的发展道路之后， Find X8 Ultra 它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而可能只是开始的结束。那欢迎收看这期2个皮蛋，我是初浩。在今年上半年所有影像期间发文之后，你就能发现 Find X8 Ultra 在中间显得多么的另类。它没有夸张的外观，硬件上也没有两亿像素长焦，没有大底超广角这些抓眼球的情绪价值，甚至在软件上，除了 OTA 了一个专业视频功能之外，在首发那个时间点，你都找不到任何一个1级页面当中的新功能入口。但是正是这样的反常规的方式，却让用户在最常用的模式下获得了最确定、最实际的体验提升。我自己对这代的大师模式尤其的满意，也是我使用最多的模式。可能我比较极端，我恨不得把 Find X8 Ultra 就当成大师模式的启动器来用。但这也确实是真正体现他们产品水平的地方，因为这已经不是首发视频了，不需要面面俱到，所以我就可以非常任性的按照我自己的喜好来讲。那今天我就先来好好掰开揉碎了讲讲大师模式。首先，大师模式这个东西为什么存在呢？它一开始是怎么来的？可能很多人就会觉得它只不过是一种风格、一种滤镜，但其实不是的。那在我看来，大师模式的出现，至少它承担了 OPPO 对于移动影像的3个期许。首先，最重要的当然是弄明白用户的需求，专业用户或者说摄影爱好者，他们想要的东西里面，风格化当然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因为风格化往往也代表着个性和差异化，是你对外的一种身份标签。但是风格化并不是全部因为默认拍照加滤镜，它也可以是风格化。而专业用户之所以仍不满意，就在于对于默认拍照品质的不满意。默认拍照注重记录，注重拍到，而这些需求就不可避免的会带进很多计算的痕迹，与创作相违背的效果方向调整。比如说 HDR 场景的处理，再比如说锐化和 AI 超分等等，都会让照片显得不自然。而这些问题在叠加滤镜之后，并不会有所改善，甚至有些问题还会被放大。这本质上还是我们之前讲到的，创作的需求和记录的需求有时候就是矛盾的。所以要解决这些问题，要提高拍照的品质，那无非就2条路走。在手机上毫无顾忌的对硬件是饮鸩止渴的，你在传统光学的路上会遇到很多天堑，无法逾越。那另一种方式就是老老实实的升级算法，重构影像处理管线。那我一直坚定的认为，只有这条技术路线是留给移动影像来走的。所以在面对风格化这件事的时候，因为理念的差异，各家最后拿出的方案完全不同。那在需求确定了之后，其实第2点、第3点就顺理成章了。既然要从头开始梳理拍照处理管线，同时在体验上，创作需求追求自主可控，记录需求追求稳定简单，那把这2拨人弄在一起肯定2边都很难受。所以改造现有的专业模式可能是最合乎逻辑的那个选择。那另外一方面 ，OPPO 影像也需要有一个长期探索计算摄影上限的试验田。那对内既突破了测试用力的束缚，对外也不受用户极端使用场景的影响。那这个模式就用来验证新的风格、新的技术以及新的算法。那最后再拿成熟的部分来反哺给默认模式，共同来提升拍照的品质。那所以大师模式应运而生。而中间哈苏扮演的角色更多的是在大的定调上，给 OPPO 提供的更多的是审美的历史视角。哈苏其实非常清楚什么是经典的效果风格，他们最开始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又会一直传承和发展。在完整的经历过胶片到数码的整一个历史周期之后呢，它可以给 OPPO 提供第一手的经验和洞察。那这些经过历史积累沉淀的东西，都在大师模式的效果中有很好的继承和发扬。那所谓守正出奇，尊重经典，从历史积累当中寻求最大的共识，这跟小米造车所选择的外观设计的路线，其实都是在同一套大的逻辑下的产物。所以这也就造就了大师模式的拍照品质是可能在所有手机当中最接近相机的那一个。可能描述这种感觉过于主观转化成功能或者参数的话，首先一个可能很少有人会意识到的情况， JPEG Max 的图像实际上是8比特的 JPEG 加8比特的 RGB GameMap， 这俩组合在一起一个接近于16比特精度的怪物。不仅是颜色的过渡极其的自然和柔和，
而且这东西精度这么高，感觉留下了巨大的可能性，尚待开垦。那其次，直出的5千万像素让它有了充足的2次构图的空间，同时放大看细节也经得起推敲，你几乎看不到钻法处理的痕迹。与此同时，线性的影调、柔和的过渡和这代新增的丰富的风格化，让它保持了移动影像的方便快捷。很多时候你无需2次调整，可以做到直出即成片。最后再加上 Pro XDR 以及 OTA 之后的 Live Photo， 又让它在某种意义上超越了相机，能够提供新时代下最完整的照片体验。那同样的，在大师模式上，你会获得非常确定性的拍摄体验，因为它的预览、Live 视频和照片都是 HDR 的，整个链路全部打通，这中间没有体验的塌陷，这让大师模式进一步迸发出了更多的生命力。照片能动，加上可以重选封面帧，这些特性可以让我在使用大师模式的时候可以更加肆无忌惮，也少了一个要切回默认模式的理由。那从这儿可能你就意识到，大师默认这2根主线在 OPPO 看来是齐头并进、同等重要的，并且在你明明知道最终的结果是经过大量计算的前提下，依然能够获得非常好的预览成片的一致性。这些都是明确用户需求之后彻底重构拍摄管线带来的好处。那最后最绝的就是如何让其他用户也能感知到 OPPO 影像系统的实力，所以他们还联合小红书独家打通了 HDR 照片的上传和分享，补上了全流程中最后一块拼图。然后我惊讶地发现，即使 OPPO 自己不怎么宣传大师模式，但是在用户中已经形成了非常好的口碑。那大师模式确实有那种把熟悉变陌生的魔法。为了这次视频，我们还特意在线上征集了一部分用户拍摄的照片。那截止到我们制作视频的这个时间点，我们一共在60位用户手中搜集了差不多500张照片。那么下面就请欣赏一下这些普通的用户在日常的生活中拍摄的不寻常之景。如果说大师模式是照片画质的巅峰，让 X8 Ultra 之所以能成为 X8 Ultra， 那么新增的 4K60、4K 120的 Log 视频，则是 OPPO 影像在视频领域的突破和自证。那这件事儿要做的必要性甚至都不需要讨论啊，因为你发现了吗？前面所说的所谓那些专业用户和摄影爱好者的创作需求，在视频领域是同样存在的。他们同样会被视频效果中必须存在的那些为了记录需求而做出的效果调整而困扰。他们同样希望有一个自主可控的模式，可以尽情施展自己的创意。那基于同样的逻辑 ，OPPO 的答案就是全新的专业视频模式。专业视频跟大师有着一脉相承的逻辑啊，比如说他们都是独立的一个模式，甚至这2个模式都没有像其他家一样作为专业功能合并到一起。那这就说明 OPPO 他们想得很清楚，这2个模式的用户也并不是同一拨人，他们有各自的需求，没有必要硬整合到一起。那就比如说视频当中独有的那些像是防抖开关、画幅切换，以及最重要的 Log 视频的功能。Log 视频非常像是照片当中的肉啊，传感器输出的图像只经过非常简单的处理，再以对数的方式压缩存储。那这样就尽可能规避了厂商自己的色彩科学处理逻辑对于最终成像的影响，从而尽可能的保留了最大的动态范围和色彩，给后期处理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如果说支持 HDR 照片上传小红书是 HDR 全流程上补上了最后一块拼图，那 Log 视频的加入是让整个 Find X8 Ultra 都圆满。至少在参数规格上 ，Find X8 Ultra 现在已经是当之无愧的王者了。就跟大师模式一样 ，Log 视频同样是相机一般的自然柔和的观感，几乎没有任何锐化以及局部的提亮和增强。并且 OPPO 一步就做到了几个非常厉害的功能点，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技术功底。首先就是他们打通了从 1080p24 一直到 4K60 的全部模式下的平滑变焦，杜比和 Log 视频全部都支持。这又可以降低使用的门槛啊，可以让你像使用默认视频功能一样，把它当做一个完整的系统，而不是几个定焦镜头的组合。
那第二个就是 4K120的杜比加 log 这个独家的规格，那这里面有大量的架构和性能的优化工作要做，他们一次就做到了最好。那第三啊，虽然今年大家都开始做 log 视频功能了，但是 OPPO 是国产这几家当中唯一一个在提供了还原 LUT 时，同时提供了 SDR 和 HDR 两种还原方式的。这不是什么技术难点，但至少说明了他们一开始在定义这个功能的时候就想得非常清楚，我要服务谁，他们的需求可能是什么，所以才会一次性就把事情做完整。那你说讲了这么多 log 模式会是一个用户常用的功能吗？我觉得倒也未必。log 视频必然伴随着更重的后期流程，甚至媒体老师们拍摄 log 素材的也并不算多。拍到永远比拍好重要，这个放在谁身上都一样。那可能也是因为这样 ，OPPO 在 log 功能上有些犹豫和滞后。但是就跟大师模式一样，因为你要服务好这帮最挑剔的创作者，所以所有在 log 视频上的技术积累，比如说3A 的稳定性、一致性、HDR 场景的处理、降噪算法，以及 log 曲线的定义能力等等，最终都会变成经验和技巧，反哺回给默认视频上。即使在1代2代之内 ，log 还无法成为独立的卖点，但确实是厂商们在视频领域的必修课。我觉得他们是想清楚了这件事的价值之后，用成熟的产品方法论，最终给用户交付出了一个体验相对完整、逻辑清晰的功能体验。那前面说了这么多优点，吹的可能也差不多了。但这代产品的影像还有什么遗憾吗？当然是有的。我这里就简单列举一下，也给 OPPO 的产品研发们做个参考。首当其冲就是相册能力的问题，这点可以说是国内厂商跟苹果最大的差距了。照片信息的呈现、整理、后编辑的能力、复制粘贴节点等等这些东西，依然是苹果影像生态的护城河。那这块 OPPO 虽然过去几年一直在补课，但跟苹果相比，做的仍然是不够的。其次，6倍镜头的硬件虽然相比上代也有了不小的提升，但是它的拍摄品质，不管是大师模式还是 log 视频，画质跟1倍、3倍相比，仍然有肉眼可见的差距。如果说这种差距不能够进一步缩小的话，那其实双潜望的选型优势是很难具体体现的。那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可能大家并没有意识到，那就是你在网上看到的 X8 Ultra 的照片不一定就是它的真实水平，因为他们为了拍摄体验非常激进的使用了全 HDR 管线和 RGB 的 Game Map， 就导致了相册看着可能非常好，但是下变换到 SDR 的效果可能就是有损失的。那不过好在呢 ，ISO HDR 的标准在上个月底已经正式的发布了，它将会直接统一鸿蒙、iOS 以及安卓的 HDR 标准。社交平台全面适配 HDR 的那一天，可能真的就要来了。到时候大家在看这些旗舰机横屏的时候，可能又是另一幅景象。那最后，我觉得还挺关键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我们过去提到的 OPPO 营销的老问题。那不止我一个人觉得，就明明 Find X8 Ultra 的灵魂在于它的大师模式，但是营销在排列卖点的时候，大师模式是完全被排除在外了。我能理解 Find X8 Ultra 这么一台非典型的影像旗舰，叠加上 OPPO 现在的影像理念，这对于营销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但是 OPPO 的营销是否知道用户真正需要的是什么，能不能与用户建立起足够强的信任，放心大胆的推荐大师模式，这些都是在下一代上我希望可以看到变化的地方。那前面说的这些只当是抛砖引玉啊，大家对这代产品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也可以在评论区里面讨论一下。也希望这些内容能够被 OPPO 看到，在下一代产品上产生一些正面的影响。那最后呢，做个总结吧。总的来说，我觉得 Find X8 Ultra 这一代产品还是非常好的诠释了一个产品在满足需求的过程当中应当如何取舍，完成度为什么比想法重要，以及最后到底什么是一台影像旗舰。影像旗舰是不是专业摄影师的影像旗舰，还是说它也必须是普通用户的影像旗舰？它不仅是一个完成度很高的产品，同时 OPPO 的影像理念在产品的使用过程中其实是处处有体现。所以我才为什么说这不只是技术的胜利，更是产品主义的胜利。那不知道大家对这样的给产品一锤定音的视频形式是否喜欢啊？你们对 OPPO 的下代产品还有什么样的预期？那欢迎在评论区里面一起交流。可能时间说长也不长了，那最后还是那句话吧，老三部呢他们走的相对悠然，新三部我们就更加的期待。真心希望 Find X8 Ultra 它不是结束，甚至不是结束的开始，而可能只是开始的结束。